大家好，本期视频是前一期视频的拓展。之前在一台有 IPv6 公网地址的 OpenWRT 旁路由部署了 WireGuard， 实现了手机这样的客户端访问家里的内网网段。这一次我准备通过 WireGuard 把处在不同物理空间的2个局域网打通。我这次用到的环境以及条件如下：首先是2个普通的家庭宽带，为了方便区分，我把家里具有动态 IPv4 公网地址的路由叫做主路由。把处在另外一个城市的路由叫做副路由，副路由用的宽带并不具备 IPv4 公网地址。这一次呢，我主要是借助 IPv4 公网地址来实现2者的连接。第二个，跟前面一期视频开篇介绍的相似，依然需要借助域名和 DDNS， 这样来确保副路由能够不受主路由公网 IP 的变化，能够随时连接到主路由。不过本期视频不会再演示域名的动态解析的过程。如果有需要，可以参考上一期的 WireGuard 的视频教程。在主路由和副路由系统中部署 WireGuard， 我用到的系统都是 S-OS， 唯一的区别是副路由我用到的是旁路由的网络结构，但总体上并不影响。最后一个，因为主路由和副路由身处异地，所以我事先还是准备了另外一套异地组网工具，给2台 S-OS 的系统装了 Tailscale。这样做的目的，一个是无论我在主路由还是副路由的网络环境进行具体设置时，可以顺利对另外一台的 S-OS 设备进行设置。另外一个目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异地组网工具，万一 WireGuard 不好用的时候，就用 Tailscale 来连接。当然也可以借助一些远程的操控工具，比如在其中的一端的电脑安装远程操控软件来完成整个的配置。总之，2种方法主要是方便随时设置和调试另一端的系统。进入到具体的设置部分，我整个的操作过程是在主路由的环境里边完成的。首先还是先给主路由的 S-OS 安装 WireGuard 的核心组件。安装完成以后，一样需要重启一次，这样接口的 WireGuard 协议才能够生效。重启之后，来到接口选项，添加一个接口，名称自定义。协议需要选择 WireGuard 协议，创建。随后来到设置界面，先来设置主路由的 WireGuard 信息。私钥、公钥这2项可以点击自动生成。监听端口需要自己指定。后面呢，我们还需要把这个端口做一个转发的操作。IP 地址，这是在异地组网时整个虚拟局域网的虚拟 IP。由自己指定，只要跟主路由、副路由2个内网网端区分开，别冲突即可。高级设置里，我一般把 MTU 值设为1280，防火墙设置选为LAN区域 ，DHCP 服务器不用管。最后来到对端设置，添加对端。对端设置这里呢，现在是为副路由配置相应的信息，它的名称自定义。私钥、密钥以及预共享密钥自动生成。允许的 IP 这一项目先填入对端的虚拟 IP 地址，也就是打算给副路由分配的虚拟 IP 地址。这个地址呢，格式需要跟前面填入的虚拟 IP 地址格式保持一致，别冲突。这里我按照它的顺序往下分配，然后勾选路由允许的 IP。这里填完之后，我先保存了一次。然后继续进入编辑里边，现在准备给副路由生成具体的配置信息。在连接端点这里，把已经完成动态解析的域名填进去。允许的 IP 填入2个网段，第一个是虚拟 IP 网段。第二个是主路由的内网 IP 网段。DNS 服务器这一项删掉，其他的不用动。这样在下方会自动生成一套信息，可以先复制下来。在主路由这里还有一些配置需要进一步完善。回到主路由 WireGuard 接口的对端信息这里，允许的 IP 这里修改一下，修改为2个网段，第一个虚拟的 IP 段。第二个副路由的内网网段。
继续来设置主路由的端口转发以及防火墙规则，把主路由的监听端口转发出去，选择 UDP 协议。内网地址是 S 到 OS 的内网地址。接着在防火墙规则中来添加一条 WireGuard 规则。同样是选择 UDP 协议，原区域选择万口，目标区域选择设备输入，端口填入指定的监听端口号，保存应用，然后可以重启一遍 WireGuard 接口。接下来来到副路由的设置界面，前面提到了，我事先是通过了 Tailscale 完成了异地组网。所以现在可以顺利访问在另一个城市的副路由内网网段。打开副路由后台，跟前面一样，需要安装 WireGuard 的组件，这里就略过了，直接来到设置环节。同样是添加一个自定义名称的 WireGuard 协议接口，创建，选择最下面的加载配置，在这个窗口把我们上一步复制的信息粘贴进来，然后点击导入配置，它会把相应的信息导入进来。接着我们再做修改，副路由的 WireGuard 接口也要选择防火墙区域，同样是选择LAN区域。对端信息这里把路由允许的 IP 也勾选上，最后保存，然后保存应用。重启副路由 WireGuard 接口，顺利的话，接收和发送都会产生一些微小的数据，一般握手就成功了。可以来到主路由的后台查看 WireGuard 的状态，显示已经连接成功。主路由这一端显示的传输端点是副路由的 IP 地址和端口。现在我们用工具来测试一下能不能拼通副路由的地址。先来拼副路由的虚拟 IP 地址，没有问题。再来拼副路由的内网地址，我这里是填了一个光猫路由器的地址，同样没有问题。访问光猫后台的地址也很顺利，然后也可以通过 SMB 访问副路由的共享。后面呢，我就去到了副路由所在的那个住处，我连上了副路由的网络来测试能不能正常访问主路由的内网网段。连接上之后可以正常访问，这样的话，在副路由的网段上网设备可以正常访问我家里主路由网段下的 NAS 设备，比如看个 NAS 里的电影。当然，如果视频的码率太高，会对主路由的上行带宽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可能实时转码会是更好的选择。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根据需求继续在主路由的 WireGuard 接口为其他设备添加对端，像给手机创建完之后，让手机在外面可以访问主路由、副路由两个内网网段，这样就把很多设备纳入到一个虚拟的局域网中。在这个虚拟局域网中，具有动态 IPv4 公网地址的主路由发挥着一个中转服务器的作用，它的存在是最关键的。如果没有公网地址， WireGuard 中的所有联系也就不复存在，这也是前面一期视频提到的。所以公网地址是使用 WireGuard 的先决条件。最后再来提醒一下， WireGuard 的传输协议是基于 UDP， 在国内运营商对于 UDP 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一直有大流量通过 UDP 来传输，可能会导致被限速或者是被封端口，所以还是要有其他的应对。其实异地组网工具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手中拥有的客观条件来打造一套或者是几套适合自己的方案。打造几套的目的呢，是做好 backup， 做好冗余，当其中一套遇到问题的时候，其他的方案也能够正常工作。好的，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